大家好，我是高医生。这节课呢，我们讲一下有关糖尿病预防、治疗以及发生逆转的办法。关于糖尿病的治疗，一型糖尿病只能注射胰岛素，二型糖尿病可以服用一些药物。当然了，对于一型糖尿病而言，目前还有一些手术的办法，还有干细胞的办法，只是现在呢还不成熟。没办法普及，这只是我们的一种希望吧。但是不管采用哪种方法，世界的医学界认为糖尿病是不可能治愈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医包括一些其他国家的草药医生，大家都在积极努力的去想办法调理身体，想办法让血糖逆转。所以在糖尿病的预防这方面，我们只能强调几点。一是要管住嘴，我们特别要关注的是我们摄入的糖量还有淀粉量。所谓淀粉量，就是指我们的主食米和面要控制每天一定的数量。如果觉得饥饿，可以多补充一些蔬菜。二就是我们要运动，必须让自己动起来，让身体对葡萄糖的消耗要大一些。这样的话呢，也能起到控制血糖的作用。除此之外，使用药物是必须的，这个没有办法代替，至少目前在治疗这方面的是没有办法的。在讲解这个逆转方案之前，我先提出一个总体的方案办法，叫做5+3+1逆转方案。5是指5大支柱：精准诊断、营养干预、运动处方、压力管理、睡眠优化，这5大方面。3是指3个必须：必须做胰岛素抵抗检测，必须评估肠道菌群，必须检测慢性炎症指标。一是一个核心，找到你的糖尿病触发点。这整个的方案总体的设计是为了知道你这个糖尿病本身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上一讲我们详细分析了糖尿病的各种成因，核心就一句话：找准病因才能对症下药。今天我要讲的是更关键的问题，既然糖尿病不能根治，那能不能逆转？注意啊，是逆转，不是治愈，这区别可大。一，逆转不等于治愈的真相。为什么叫逆转？举个例子，治愈就像把破水管换成了不锈钢的，一劳永逸了。逆转则是把漏水的水管修好，但随时可能再漏。很多人血糖正常几个月就以为痊愈了，开始胡吃海喝，结果呢，3个月后血糖又飙升了。所以记住啊，逆转后更要严格管理，否则前功尽弃。二，逆转核心方案：7天轻断食疗法。网上呢有什么16:8，就是每天16个小时断食，8小时正常吃饭。还有一个呢叫什么5:2，就是一周5天正常吃饭，2天断食。我提出的这个轻断食方法和他们都不一样。我提的轻断食方法是1个月连续7天断食。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好，我先给你们介绍这个轻断食做法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如果把这个胰腺比喻成一个城堡，外面的血糖都是敌人，那么你的胰岛素是你
的防守士兵，可是因为你的士兵少，所以呢抵挡不住外面的这个进攻，是吧？或者呢你没有士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血糖就侵犯你的身体了。所以断食就是把你外围的敌兵给它断掉，它没有了，没有人来包围你这个城市了。这样的话，你的一线就没有敌人了。首先是撤去了压力，接下来你的脑垂体这个司令部就给一线下达命令，干什么呢？让他的正常的工作呀，他的工作就是分泌胰岛素，所以这个期间就可以修复自己的细胞。因为呢，细胞都是有新陈代谢的过程，老的死亡，新的产生，新的细胞的产生，在没有外界敌人的情况下，那它就会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它会一点一点的恢复。道理就是这个样。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连续7天？原因呢，就是让它产生一定量的胰岛素。如果它这个量不够，那些胰岛素全部被一下子用光了，没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血糖又开始进攻。所以呢，我提议的这种轻断食用7天，每个月是连续7天，让咱们这个胰腺的功能尽可能的去恢复正常的胰岛贝塔细胞。总结一下，疗法的原理用军事比喻，把身体比作城堡，胰腺是城墙，胰岛素是守城士兵，高血糖就是进攻的敌军，断食就是断敌军的粮草，让守军休整重生。连续7天断食就是给胰腺放个修复假，让新生的贝塔细胞慢慢的接班老弱病残细胞。科学依据，胰岛细胞代谢周期是20到50天，每个月7天的断食相当于完成1/3细胞更新，按20天周期计算啊，1/5深度修复，按50天周期计算。3，与传统断食的区别，对比下啊，本疗法普通的疗法16:8断食啊，时长每个月连续7天，另外那个每天16小时，作用细胞及修复，普通的短期代谢调整。安全性，本疗法呢医生全程监控，普通疗法自行操作风险大。当然啊，这种轻断食你不能自己去做，你必须有专业的医生或者专业的人士对你指导。所以在讲解完轻断食之后呢，如果有的朋友想做这方面的逆转方案的话，请你加入我的微信，在我的微信群里，我会成立一个糖尿病群，然后请专业的人来指导你们怎么去做。你千万不要自己来，那是不可能的，会有危险的。说到轻断食，你说连续7天断食不吃东西可能吗？当然不可能。那么吃什么呢？这个就很重要。在其他的轻断食里面，讲吃什么蔬菜的汁儿啊等等的这些东西，这里呢不同。我让你吃的一些食品补充剂，除了不补充糖、淀粉以外，我们还要正常的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所有的其他元素，否则的话呢，不就把身体搞垮了吗？所以轻断食不是让人饿的，而是断它的糖、单糖、多糖以及我们所说的淀粉。当这些糖的来源被断掉以后，在轻断食过程中人体没有糖，那它怎么办呢？不要紧，
第一，它会消耗你肝脏储存的肝糖；第二，它会消耗你体内所有储存的糖物质；第三，它会消耗你体内的脂肪。所以啊，当断食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出现排毒现象。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胃肠里边它开始消耗脂肪，胃肠里边没有东西了，它会把你胃肠的一些其他的东西排出去。这里边牵扯到这种脏腑结构关系和饮食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这里我就不多讲了，只是呢能提醒你们加入我的微信，加入这个轻断食的这个群，然后呢会有专业老师指导你。三，必须知道的注意事项：一，绝对禁止人群，孕妇、肝肾功能不全、近期呢低血糖频发者，这些人严谨尝试。二，营养保证方案，断食不等于绝食，特制的营养剂我们会提供，必须的微量元素的补充剂血糖实时监测设备等等的必须有。三，可能出现的反应，正常现象，轻微的饥饿感，第2到第3天最明显，口臭，就体内酮体的代谢产生的。危险的信号就是心慌手抖，这是低血糖症状。这些问题在断食之前，专业老师会指导你如何处理。第四，成功的案例和数据我们会在群里发布。如果你问这个轻断食一定会有效果吗？我可以100%的告诉你，一定有效果。但是不是你轻断食一次就会产生效果。正常的这种轻断食，我主张是连续使用6个月，也就是6次，每个月呢1个星期7天。而且这种轻断食产生的作用和效果，现在呢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当你们决定加入这个糖尿病群的时候，会有大量的实例数据反馈给你。轻断食对于我们身体有没有害？目前为止，我可以肯定告诉你，没有任何害处，只有好处。而且呢，我们已经把这种轻断食重新命名为生命重启。具体的有关轻断食的事情呢，我不在这里讨论，也不再讲解了。需要你们加入我的微信群之后，大家呢再具体的交流。我讲的轻断食不仅仅对糖尿病有效，轻断食对高血压、所有的心血管疾病都是有效的。而且为什么叫做生命重启？它就好像让你的生命重新点燃一样，这将是你在轻断食之后的感觉。这里呢只是讲糖尿病，所以我先把这个方法介绍给大家，在以后讲解完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等的所有这些亚健康状态的疾病之后我会再重新讲解一次关于这个轻断食的问题。如果你们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交流，我也可以呢以讲座的形式来讲解一下。轻断食之后最重要的是恢复饮食问题。大家想一想你这个城堡里的士兵刚刚恢复了1/3或者1/4，然后你又开始大吃大喝，一下子又重兵压境，那你生产的这些新的士兵照样是打不过他们，照样被消灭。所以这个过程为什么叫生命重启？就是让你在之后恢复饮食的过程一定要一点一点来。饮食量你要少吃，吃一些清淡的，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机能慢慢的恢复好。如果你大吃大喝，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一样，大兵压境，一下子把你的身体就搞垮了。最后呢，我必须声明一点，轻断食对糖尿病、对一些心血管疾病甚至高血压都是有效的，但是呢个体差异不同，反应的时间不一样。有的人可能3个月效果显著，有的人6个月可能呢刚刚有一点效果。
因为呢，这是个体差异，没有办法解决的。在这个过程中呢，会有老师啊、专家指导你们怎么去做。第二点也是很重要的，在我们轻断食期间，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会出现低血糖症状，低血糖症状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个症状一定要重视起来。怎么办？没事儿，我告诉你们，不要担心，指导老师会在群里边指导你们怎么来应付这种现象，怎么服用，以及什么样的食品补充剂现象就会消除。明白这些道理之后，大家好好想一想，当你们面临没有办法的时候，那么轻断食的疗法是不是可以试一试？尤其我们这种1个月7天的断食与西医的概念那是绝对有区别的。严重声明，本疗法需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个体效果存在差异，6个月完整疗程达标率大于88%。这一讲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